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年了，怎么黑王一博的人越来越多了？这2天最火的话题莫过于各卫视跨年晚会阵容了。继前几天议论纷纷之后，东方卫视召开的招商智博会上官宣了今年阵容，而王一博名列第1位。看出来这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了。而未经证实的消息，王一博将在跨年演唱会上演唱新歌的消息一经传出，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，并创造了惊人的阅读量。看来大家都很明白王一博这话题制造中心、招商扛把子、娱乐中心人物的影响力了。只要和他有关系的话题，不管是粉是黑是路人，都要过来瞅两眼的地步。怪不得前几天王一博参加个时尚杂志的年度盛典，换个衣服而已，热搜超过7亿的阅读量，这就是中心人物吧？王一博的影响力不服不行。可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他越红黑越多，任何一个话题只要和他有关，必定流言蜚语不断，充满了各种内涵和非议。为啥？19年对于王一博而言绝对是一个分界线。19年之前的他是一个虽然出道很早，却没有什么作品和名气，不管是影视剧还是综艺主持人都没有什么火花的年轻人。这时候舆论对他极其友好，无论是豆瓣评选、未来可期的演员，还是各种媒体提到王一博，共同的点就是美貌、有灵气、跳舞好好、未来可期。共同疑惑就是他怎么还不红啊？实力这么强，没道理啊。这时候的王一博唱跳俱佳，气场极强，演戏灵气，妆容偏韩式装扮，追求时尚潮流。而19年这命运般的一年，迎来了王一博的高光时刻，也迎来了他红黑相伴的演艺圈旅程。陈情令那是个多么魔幻的剧组，好事全是别人的，提都不会提王一博，而剧组发生大火，所有的通稿都是王一博所在剧组发生火灾，接着是别人路透是美颜，而他是胡照，黑照满天飞，同剧组人员头天发他美照，被半夜打电话勒令撤回，接着是别人甩锅，已经关联了某人的恶搞网红小吴，被强行按投到了王一博身上。剧开始上平台播出期间，他的生日直播被满屏谩骂，骂到无法入目，还强撑着播完时间，哽咽着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喜欢过生日了。”播完当天晚上，所有网络平台联动，持续了8天8夜的网暴开始。没有任何证据的案头恋情，案头长得丑陋，造谣阅历。对了，酒漏鱼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韩国首尔翰林艺术高中毕业，如此专业对口，竟被一口否决了。逼得王一博到什么地步？娱乐圈不要我就去跳街舞，跑摩托车去。他做好了退圈的准备。粉丝们真的是哭着为他反黑，不分昼夜。因为黑热搜高位，甚至是热搜第1，一挂就是几天，就没有下去过。王一博还是闯过来了。因为他的人品和实力经得起任何方位的检验，一个从小在聚光灯下成长的人，他的一切作为、言论经得起时间的验证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还经过哪些大风大浪？新疆棉钩子解约事件，河南水灾赈灾事件，被曝假警，被装定位器，被造黄谣，戒指风波，和这些相比，好像平日里的那些造谣诋毁都是小打小闹了。而从19年开始，伴随着他越来越红，事业之路越走越开阔，对他的造谣诋毁也是越演越烈。虽然说被诋毁是所有红人的一种宿命，因为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胡人的新闻和死活，可是在王一博这里真的是太过了。原因是什么？1. 王一博太全能，触动的圈层太多，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、运动、杂志、红毯、主流活动，他样样来的，样样精彩。俗话说得好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圈子就这么大，他有了，别人就没有了。就有人想着，去掉了这个第1，我就是第1，我可以取而代之。于是各种竞争手段就出来了，包括造谣诋毁，包括飞短流长。2.
王一博的成绩太突出，尤其是商业价值方面。金鹰奖90后唯一得主，高峰时候代言超过40个，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。现在他在有意推掉快消品牌，走精品路线，但代言的数量和质量依然内于首屈一指。有翡、百雀羚 1.2 亿的冠名权，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。钩子解约之后，国内几乎所有的知名运动品牌拥到他的拍戏剧组所在地，争取代言，最终国内运动第一品牌安踏拔得头筹，任命他为安踏全球首席代言人，记录无人可以媲美。走红以来，所有剧作包括综艺均登上平台财报，注意是全部，无一例外。尤其这就是街舞，它的3季是国内商业价值最高的综艺，这一记录不知道谁能来破。只要有了它，就掌握了财富密码、流量密码、热度密码。得到的固然欢喜，得不到的必然是有其他想法和举动了。而那些觊觎他的成绩和资源的人呢？多少人暗戳戳地想着，我要是在王一博的位置，我肯定比他做得好。也不看看自己的颜值和实力，唱跳全废的，毫无综艺感的，没有演技可言的，又土又油的，多少人眼红他的时尚资源、影视资源、综艺资源。虽然说诋毁也是一种仰望，可是这铺天盖地的毫无理由依据的黑，真的也挺让人头疼的。3. 王一博的公司太废，反黑方面近乎无作为。这个话题我不想回避。作为一家爱豆公司老板，杜华无疑是成功的。曾有人开玩笑说，他太好命，前半辈子靠韩庚，后半辈子靠王一博，有这2个顶流就够了。而这个公司在发掘并培养爱豆方面的确是内于前列，但是它不是合格的影视演员公司，这个业务它不会做，更做不好。它会培养，但不会规划，更管不好艺人的后续发展。它更像种庄稼，精心选种、育种，苗种出来之后，不管了，也管不了了，开始望天收。所以有很多优秀艺人，例如王晰，真的是太可惜了的。而王一博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，近乎单打独斗，他的公司现在无法给他提供任何的帮助，能力有限，精力不足，以及就是单纯的不作为。对网上的造谣诋毁，公司真的是能力有限，结果这更加助长了黑营销号的气焰。虽然还是老话，王一博靠人品和实力挺过来，经得起考验。据说报假警那次，国家已经把他查了个底调，证明了他的清白。从那之后，他的主流资源才更上一层楼。可是众口铄金，路人的观感也是会在击毁销骨的诋毁面前动摇并改变的。这个问题，希望乐华重视起来。毕竟利益是一致的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，不能只靠粉丝去反黑，让王一博自己去面对。4. 所谓的对家的诋毁造谣，这个问题我依然也不想回避。这个对家，我实在是想不通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年纪相差过大，3年一代沟，这都快差倍了。路线相差过大，一个全能路线，现在目标是电影，怎么能拉到一起？个性相差过大，王一博的运动标签无人能比。实力相差过大，时尚度相差过大，商业价值相差过大，路人口碑、圈内评价相差过大。你看，这比下来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状态。也许是接受不了一部剧出来，王一博发现却越来越好的事实。也许是百般的不如意无处发泄，总得找个对家发泄出来。我发现一半的造谣诋毁都来自这方面的人和事，一边比较，一边拉踩，一边羡慕，一边诋毁，一边嫉恨，一边比搏，挺有意思的。但是真金不怕火炼，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前景说明一切。王一博不怕比，更不怕诋毁，因为诋毁也是一种仰望啊。回答题目中的问题，为啥黑王一博的人越来越多？答案就是因为他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呀。疫情放开，万物复苏，王一博的4部电影正在排期中，希望尽快上映，用成绩说话才更有底气，飞得再快一点就听不到流言蜚语，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。
祝王一博越来越好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。